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宇宙的一切说透了，就是信息、能量、物质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物质是能量聚集的结果，气是物质释放的能量。这是现代人，包括科学家，对生命物质现象最根本的归纳。也就是说，能量和物质实际上是一，不是二。但是物质也好，能量也好，它们不可能单独存在，它们都承载着一定的信息。这个世界的基本构成就是能量加信息。任何能量、物质都是信息的载体。物质、能量可以认为是中性的，是万物共有的本质特性。拿佛家的话讲，它没有任何分别心。而信息就不同了，是分别一切物质的标识。正是因为它的不同，才导致了大千世界的千姿百态。从微观世界来讲，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东西。对于看得见的物质所承载的信息，绝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比如我们吃的食物、用到的物品等等。但对于虚空中能量所承载的信息，就只有极少数修炼人和清净心达到一定程度的人，还有就是有缘的人可以感受得到。道家和佛家的修炼，说白了就是从这两个方面来修的。道家偏重的是能量的修炼，佛家偏重的是信息的修炼。以前很多人不相信信息能够治病，但不可否认，有的人就通过信息治好了自己的病。为什么信的人就能够管用，而不信的人就不管用？其实道理太简单不过了。我们都用过收音机和电视机，如果你不调到那个频道，你就根本不会接收到那个频道的节目。相信的人就好比他的接收频道调到了那个信息的频道，所以调理师的信息就能够进到他的空间来，影响调节他的患病的物质身体。内在是用念头、心意对物质身体的细胞进行调理，从而达到治疗健身的作用。而这个作用的大小就取决于发送者和受用者本人念力的大小。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接着来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饮食、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身体是物质，我们吃的食物、喝的水都是物质，而且都是承载着不同信息的物质。而我们的起心动念就是信息，信息也具备能量，没有能量，信息也无法存在，所以它也会对我们的物质身体产生影响。所以心念对身体健康的影响绝不亚于物质对健康的影响。现在许多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地方，在孩子们吃饭的时候，都会在饭前让孩子们先闭目合十，对食物进行感恩，也就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吃饭。这个做法会对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起到很好作用，它的原理就是上面所说的道理。其实无论孩子还是大人，我们在饮食时都应该如此，这样的习惯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起到良好的作用。你以一颗感恩的心，在有食欲的愉快的状态下，吃一顿粗茶淡饭所获得的能量，绝对要大大多于在无食欲、无心情状态下吃的一顿山珍海味。我们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如果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好结果。为什么修炼的人首先都要清修，即要尽量减少起心动念？其实这个道理也十分简单，人的念头一动，就必定要伴随能量的消耗，念头越多越重，消耗的能量就越多越大。道家真正修行的人，他们都能够从虚空天地汲取天地的能量，来弥补自己身体的不足。看看现在的大师们，不否认他们通过自己以前的修行证悟到了一些东西，但现在由于他们放不下名利，整天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追求名利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中消耗着自己大量的能量。大千世界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其实就是从根本上认识了这个物质世界的本性。如果我们能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待我们对健康的认识，我们就会找到解决健康问题的本源。可以说，病就是承载了不健康信息的细胞聚集的结果。这些不健康的信息，有的来源于我们吃的被污染了的食物，但更多的往往是我们不净的念头自己污染了我们的细胞。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精力充沛，我们分解细胞的能力也很强。虽然细胞被污染了，但我们还有能力去分解它，所以我们身体内的不良细胞数量也有限。
外在也显示我们很健康。但是当我们吃进越来越多的承载着恶的信息的食物，呼吸被污染的空气，还有那些所谓治病的药物后，我们身体就会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不能被我们分解气化掉的恶细胞。这些承载着恶的信息的细胞不仅大量吸收消耗我们体内的能量，而且还会积聚起来，慢慢堵塞我们的经络，堵塞我们的血管通道，最终我们的身体病了，坏了。等死了后，依靠大自然的外力才会慢慢化掉我们这些病态的细胞。但还有一个道理我们必须知道，就是往往一个人越是小心谨慎，越是怕受到污染伤害，那他可能就会受到更大的伤害。为什么？其实一个人如果他有足够大的心量，那么一切的外事外物就很难伤害到他。坏的有毒的细胞它也是物以类聚，它们在体内也是会找到一个适合它们生长环境的地方聚集起来，聚集到了一定程度，我们就会感到不舒服，这时我们就病了。以肿瘤为例，肿瘤就是有毒细胞积聚的结果。当你通过手术把肿瘤拿掉后，如果你制造有毒细胞的源头没断，包括有毒的饮食、恶的心念、不良的生活习惯、外在精神方面的压力等等，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它还是会找到一个新的适合它们生长的环境积聚起来。这个时候西医就认为是肿瘤又转移了。西医对癌的分类也很有意思，高分化、中分化、低分化。高分化的恶性程度最低，低分化的肿瘤恶性程度最高。其实说白了，就是高分化的癌细胞毒性低，相对容易被气化分解，而低分化的癌细胞毒性太高，我们身体几乎没有能力来让它分解。那么如何治疗癌症呢？改变你的心态，别再怨恨了，别再计较了。总之，改掉一切不良的心性。但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太难。不要摄取载有毒性的物质，腌制的、油炸的、烧烤的、化学添加剂的等等有害于健康的食物。远离空气不好的环境。空气实际上是我们需要的第一能量，它对我们健康的程度远远大于食物和水。远离让你闹心的人事环境、居住环境，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增加自己的气血和能量，好好睡觉，然后学着放松身体，通过气功、太极拳、打坐等，增加自己摄取氧气的能力，打通自己堵塞了的经络。血脉畅通了，摄氧能力足了，你的气化分解食物和细胞的能力就会大大增强。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千万别贪心太重。如果你注意观察世人，你就会发现，贪心重的人往往一得病就是一个大病。贪心重的人，他们往往很容易生起严重的嗔恚心，也就是很严重的恶念。而心态平和、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人，有病也都是一些无关紧要、不痛不痒的小病。所以你身体的好坏、病的轻重，往往取决于你恶念的程度。对于很多病人，当你改变了贪心、怨恨心的心态后，你会惊喜地发现，你的病也不知不觉消失了。我们的宇宙充满着能量，这个能量是带有信息的能量，这些能量在变成物质的时候，就会带有原来的信息。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的心念不会对自然界产生影响。等到这个世界充满的怨恨不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界都会发生大的变化。我们居住的空间是一个充满能量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各种信息的空间。人类要想使世界和平安宁，就要从改变自己的起心动念开始。多一个善念，就是向空间提供了一份善的能量。善念多了，大自然也会给我们带来风调雨顺的环境，我们就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一个和平安宁的世界。反之，多一个恶念，空间就多了一份恶的能量。恶的能量聚集起来，带给我们的就是疾病、战争和自然灾害。念佛就是向大自然空间提供善念的方法，化解带有毒信息细胞的方法，增加气血水平，也就是增加自己体内的阳气，这是靠外力来化解毒细胞的方法。靠改变新的念头来使毒细胞的有毒信息由恶变善。有人可能会说，有病难道不应该先吃药吗？有病吃药其实是以毒攻毒的办法，有时候当然是觉得有效，因为它的确杀死消除了原来那个积聚了不健康信息的物质。
但它本身却又积聚了新的毒性物质。这个含有毒性的物质积聚到一定量的时候，又会变成新的使你不健康的因素。有因必有果，这个因造下了，果迟早是会出现的。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最根本的办法是从源头上去掉病因。怎么找？我们可以按照饮食、起居、环境、心性分别去检讨自己。前3个一般都很容易解决，然而最重要的还是从内心上自省一下，你的内心是否长期怀有怨恨、焦虑、恐惧等不良的信息源？这些恶的信息源不除，想治好病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如果我们能懂得真正的养生之道，理智地分析一下自己的情况，就不难找到真正的原因，然后消除这些不正常原因，那么很快我们便能恢复正常了。最后，小编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大家学会运用自己的意念和保持好习惯来调理人体的能量，从此远离病痛。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